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戴伟山发言人、黄伟汉先生、赖世宝委员、林涛议员、张启凯委员。哎，这个中东那边还是不平静了哈。那川普说了，你们哈马斯没有按照预定放人质，我让你变成地狱。而且呢，我可能就撤销你们这么以哈的那个和平协议，继续干你们，继续打你们。那以色列马上就说，我们都国防部都准备好了，随时要应对各种不同的状况为什么呢？双方互骂了以色列、美国是说哈马斯没有按照他的计划放人质，哈马斯说以色列违反那个停火协议，还在继续搞，还继续打那你继续打，我干嘛要放人质呢？不过哈马斯那边也说了，说周六，川普说礼拜六以前你如果不把人质释放了，我就毁掉这个协议那哈马斯说礼拜六我们就放但是呢，这中间还可以讨论到底你该不该停火等等那川普说他质疑人质是不是还活，是不是都死了？你根本放不出来，没有人可以放了嘛。哈马斯2月15号之前不放人，以色列就取消停火，让地狱现世吧，让你变成地狱吧。你要变成地狱就变成地狱吧，我让你变成地狱那川普呢，这是个生意人，知道？他说他想把加沙买下来，他现在想买的地方多了他又想买格陵兰又想买加沙还要去染指巴拿马还要把这个加拿大变成他的51州。他说呢，中东我可以帮他们中东的这些国家可以帮他重建，但是我想把它买下来。靠近地中海，你看那个地图，加沙走在地中海旁边，会变成一个度假胜地他都有想什么川普高尔夫球场就是他想的这个东西把你买下来而且呢，他说你看现在打成这样子，当地加沙是不宜居住了，你们这些难民回去怎么住呢？所以呢，巴勒斯坦人是没有权利回到这个加沙走廊的。这或者你说当地不宜居，我帮他去建设，我给他钱让他去复建可以的，他不应该回去，没有权利回去。他为什么没有权利回去？你有权利买，他没有权利回去而且他们应该迁到别的地方，之前要他们迁到索马利亚，索马利亚那个海盗最多的地方，他要他们到那边去现在又说约旦埃及可以帮忙来容纳这些难民等等。巴勒斯坦难民已经困扰中东几十年了，我去查哪里来的。在1948、1949以色列那个时候呢，中东这些国家联合起来打他，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也门，他们组成一个叫圣战军。你们那时候有十字军，我们现在有圣战军打他然后那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当时开始动用29000个兵力，后来呢增加到11.5万那他们是联军。最后呢，以色列呢死了6373个人，4000个军人。阿拉伯这边死了5000到1.5万也不知道这个数字真的假的了所以呢，困扰每个国家现在都有，当时这些难民就跑到各地去。那所以你现在川普说要把加沙走的难民200万都不能回去，这些国家很担心他不要跑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大批民众齐聚特拉维夫市中心，诉求就是要向总理纳坦雅胡施压，因为哈马斯突然宣布这礼拜六的第5轮换球先喊卡。Hamas is accusing Israel of violating the terms of their agreement by continuing shelling and gunfire in Gaza and failing to let enough aid into the Gaza Strip. 以色列防长随后也指控哈马斯这份延后换球的声明本身就违反了停火协议，随时恢复战斗。美国总统川普也隔空帮腔。I would say cancel it and all bets are off and let hell break out. 让地狱爆发，川普还不止讲一次。All hell is going to break out. You may have given him the pretext he needs to go back to all-out war in Gaza. 就连以色列自家国会议员都看不懂纳坦雅胡让人质回家有这么难吗？
台下议员听不下去，不断怒骂，最后一个一个被保安带走。川普想买下加萨，甚至让埃及和约旦接收加萨的巴勒斯坦难民。如今埃及宣布，中东各国27号要紧急召开阿拉伯峰会，要来商讨该怎么应对川普的中东野心。老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啊，你可以讨厌他、不喜欢他、看不起他、痛恨他都可以，但是他最近美国的民调肯定他的做法的54%，七成说他有遵守他的竞选政见，很高。他们喜欢他的原因就是说，你选举的时候的全局诺言讲得很清楚，那你现在就夙兴夜寐，就是夜以继日啊，说到做到了。幸亏你没有当选，要不然你会累死。你像他这样的话，你会累死。所以大家还是觉得他真的有在做。我觉得有在做对一个候选人是最重要的、最起码的要求了。但是我觉得当初以哈停战我觉得两场战争，俄乌跟以哈，没想到以哈停战在俄乌之前，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这个是好几千年的世仇啊，竟然说停就停了，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是脆弱的，就是这个是很勉强的，稍微令其中的一边先动了，另外一边就说你违反协定，这个不算了。现在当然是哈马斯这边讲说以色列这违背协定那这个传到川普的耳朵里头，这个川普当然是站在犹太人、当然以色列人这一边的。他就讲这拜拉棒人爱中绑，你若没绑，就算是你违背的，那他就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你就可以再打吧。如果走到这一步那所有停战协定的条件的实践走到今天，那哈马斯真的这个亏就亏大了，因为他所有的人质都放光了，重新打起来，本来是还有人质可以，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那现在我没有人质了再重新打起来，打不过你，我没衰对不对？所以被这个基本上讲是被川普骗去了，这川普但是说他很会骗人，而且反复无常，而且以此为乐，而且日夜都要动脑筋你看你前面就狂野就爽快，这样的总统不错，我们台湾就是没有这样的总统。但是呢，如果是我喜欢跟他打交道，因为我真的很了解这个人，我会投其所好然后呢，吃亏的是他，不是我，这个才重要。所以你看，我那天就批判说，我们的郭部长、经济部长说是派个次长去 DC 跟他周边的人这么个郭正亮很多意见跟我不一样，他这一点也同意他说我们第一招就是赖清德要喊话，赖清德喊话无效，你郭部长自己去，你个人的触动。我跟你讲，川普其实最看不起你这种人，没种，没路用叫他死啦，叫那个哈巴狗叫他花出来什么讲有看不顺的，你所得到的条件是最差的所以你杀球，你知不知？所以他今天那个关税的事情，他说绝对不妥协，对澳大利亚妥协了。那我们等一下再讲说为什么澳大利亚可以后面不加这25%，人家是有道理的。这个总理的做法，跟我想的差不多。这个家伙虽然很猛很凶，像个无赖，但是他有一定的脉络你知道，就跟行李喝者，你明白？他第一任的时候就豁免了澳大利亚，他不是第二次豁免了。伟汉，这应该是我来战情室评论时是最严肃或是最沉重的一题。刚刚还没开录，我就在讲，是川普总统现在目前是这个一锤定音一呼百诺，他讲话是有分量的。可是你看他刚刚的那个谈话内容，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如果人质没有办法15号，就我们台湾礼拜6中午12点之前归来的话，他是有讲，他建议以色列取消停火协议，然后届时一切都完了，一发不可收拾，地狱会重新降临。为什么很严肃？为什么很紧张？以前就是每次只要中东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人置身事外，所以才发生了美国人最不想看到的911事件嘛。他就想让美国人就是知道说，战火到你的家园的时候，当你大楼倒下是什么感觉。那现在我这个川普总统直接就呛哈马斯，因为换球是在进行中，现在卡关。他说以色列你违反停火协议，所以我现在先就是停住。如果他跟那个纳坦雅胡讲说，我建议你这样做，私下讲我们不知道，说他公开讲嘛，意思就是今天礼拜6之前，如果人质没有回来的话，
那就变地狱。那这个说法，我是觉得啦，就是说，因为他确实也没有下一任了，所以很多事情不管关税啦，或是很重大的政策啦，巴拿马运河啦、格陵兰，他都敢讲。可是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带有极高仇恨值的，而且有时候这个叫不对称的。虽然你哈马斯无法击败美国，可是他可能会让美国痛啊。我是觉得，我看了川普总统这个说法，感觉对这个局势的动荡有点忧心。不过你看这个局势，你就想到说很多事情，你知道结果，但是还继续干了。政治好像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乌克兰那时候德国总理劝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一定会打仗，他就非要加不可啊，然后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啊，然后呢，泽伦斯基民调从90%现在变成50%，差不多将近腰斩了，而且60%人认为他不应该继续竞选总统，你把乌克兰搞成这样子，那你哈马斯去轰炸以色列去炸人家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以色列一定会报复你啊，他还去炸他。对不对？搞了100多个人质，然后去把人家的那个 party 给炸掉，以色列当然报复他嘛。那就是他报复你，绝对是10倍、100倍、1000倍的报复。哈马斯还是要干这个事情的，所以呢，像你讲的没错，美国现在去制裁这个哈马斯，那他会不会去搞恐怖主义？我就跟你打游击战啊，对不对？你搞不过我啊。这些结果因果其实都知道，但是呢，就是要干，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停止不了。搞政治人他那个想法就跟一般人想法不同，他也不管一般人到底会怎样，反正我要干我就干了，到时候承受的是老百姓承受嘛，就变成这样子。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这个挥重拳，苏美的钢铁跟铝加25%的关税，通通他说一律都这样，没有什么例外的那澳洲当然希望说不要了跟第一次一样豁免它了所以呢，川普签了行政命令。那美国本来是钢铁大国呢，我记得那时候很多年以前我去美国受训，美国公司派我受训，第一个参观的就是 US Steel 的 Gary Works，就是后来打那个盖瑞有没有？那是美国最老的做铁轨的钢铁厂，非常老那天芝加哥下大雪，机器在旁边都结冰这样那后来前阵不是日本人想买吗？那美国现在不准他卖嘛，就是那个厂。那美国这么大的钢铁厂，钢铁工业本来那么发达，但是还是要进口，为什么？成本高了。进口的第一名就加拿大，$112呢，光钢跟铝墨西哥第2名65亿美元，巴西52，中国大陆52，台湾38，台湾其实不止这个数字有问题的那另外呢，南韩32，德国29，日本24，印度19，越南17然后接下来就更小了了那另外呢，我们出口说美国我们出口的42亿9，只有钢还不算铝钢跟它的产品所以这边是说台湾出口38亿，我们自己说到美国就42亿9然后呢，日本13亿5，大陆8亿2，意大利7亿4，比利时7.1亿。那我们去年赚美国很多钱了，所以川普也不是傻瓜，他有一看我们看之前我们都赚60亿顺差了63然后83、63，突然去年变成648，你看这个涨多少？为什么？因为美国制裁大陆嘛，所以很多台商回来了。或是有些单从台湾出去了所以呢，这还是只有台湾出去还不算那个台商什么到越南投资到这个墨西哥投资，还不算这个东西那就可能更多所以川普也在看说你赚我那么多钱，所以川普是讲嘛，昨天那个美国智库的人说，川普要你台湾跟他的贸易是0，不要赚他1毛钱0，那你要怎么减少648？你买多少东西怎么可能到0呢？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了那加征钢铝关税，路透社说台湾影响可能高于大陆，因为呢，台湾现在外销蛮多的那另外呢，大陆也转战中东、中亚、欧洲、非洲，就是分散市场了你要制裁，我就给你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那结果我们台湾的昨天钢还涨停板，好几个钢涨停板说呢，因为什么？咱们现在赶快会大量买反正有各种想法了那川普呢，现在是打破了美国的传统友谊你比如说在南韩、日本、台湾都跟美国很好那就加关税什么意思呢？
尤其韩国的钢铁产量很大的那 POSCO 浦项钢铁厂，我去过因为我帮他去看他的机器的保养等等，很大。我们中钢产100万吨，它一年就是1000万吨的产量，你看那钢厂有多大所以它的汽车工业什么也很算发达嘛所以你现在搞了半天都是你亚洲的盟友啊，对不对？你去打击他们了那欧洲这些国家说我要反击到底你跟我们关系，我们反击到底。川普说他跟习近平通过电话，也跟习近平的幕僚通话。不知道川普为什么跟习近平幕僚通话？川普说中国需要美国，他需要我们了。他每年赚我们将近上兆美元呢，没那么多了，大概6000亿，上兆美元的这个钱所以他需要我所以呢，再怎么样他要跟我合作。我们看一下。So essentially, we're putting on a 25% tariff without exception on all aluminum and all steel. 美国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所有进口钢铝开征关税，带动美国钢铁、铝业相关个股飙涨。其中，美国最大钢铁生产商诺可上涨超过7%。I really think stocks today are moving off a combination of earnings still being pretty solid across the board. And then I think it's really just they've been consolidating fo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不止钢铁个股红彤彤，川普加征关税刺激避险需求，国际金价再飙新高，美银两突破$2900。花旗最新预测，短期内黄金可能升到$3000。大陆出口重镇浙江义乌，9号一开工就遇上美国加征关税，不过许多商家老神在在，淡定应对。义乌商家一开业就接到今年的椰蛋订单，还准备增加生产线。美中关税大战。他们表示，由于商品利润本来就高，不会太担心，价格最终变动也会是美国消费者承受。这个的话是出丹麦的，然后这个的话是出英国的，然后这个是南美智利的，现在就是24小时，但是依然供不应求。面对川普出招，大陆官方也出手反制，10号起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其中煤炭、液化天然气关税加征15%。同时向 WTO 申诉，批评美国违反世贸规定，中方保留更多反制措施权利。来，世宝兄，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他还特别提到刚才提到的传统的盟友在亚洲很重要，坚定的盟友3个嘛，韩国、日本、台湾，结果统统给你课关税所以在川普里面到底生利人讲利益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经济部长不去谈了。找个次长，原来从国贸署的署长升上去的一个女的，有一个次长去能谈什么？我们就看，相对于日本，石破茂首相亲出去，去的时候是什么？他马上带来一个说我要投资美国1兆美元，哇，数字好大川普很高兴。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达成，他原来就已经投资8000亿了，再加码2000亿而已所以我投资1兆。再加上我要买天然气，这个赖清德有讲到了，买天然气，买这个阿拉斯加的石油天然气，这一部分。最早我在本节目就讲过，买美国什么天然气他们台湾不是超过一半将来都用天然气吗？美国川普不是要开发天然气吗？对，可是问题就在于你这个能买多少？能买多少？能买多少？我们现在赚到$600亿，川普要通过把你赚回来。军购多少嘛？我们就想讲军购多少，也是几十亿美金，我们就高兴的不得了了。那个还不算在贸易差额里面呢。现在算，以前不算，现在算。他们以前不算的，川普算了，川普觉得算不算所以这里面来说还一个这个最近的一个新闻就台积电董事会在美国要在美国开，现在开吧，所以变成是正在开，所以变成一个美积电。美积电它的一个决议是什么？增加对美国的投资，而且大家想说最先进的2奈米的、1.4奈米的、1奈米的，可能通通要在那里做那台湾怎么办？而且听说不是只有它，还有其他的半导体厂，比如说先进肯定要去了，世界先进，世界先进，那为什么？就是他用高关税，我看你100%，你要不要去嘛？以前我看到那个好几个这个绿营的政治人物讲，老板进了，这个是间接的，一点影响都没有，怎么会没有影响？国资委也讲没有影响我们转嫁，你转嫁给谁？对不对？你这里面来说的话，为什么他要在美国开？为什么他要把精密的放在那里？因为一动没掉。要课关税课100%
这个东西现在真的克多少还不知道了，这2天大概就知道。先喊了嘛，12号川普要决定这样。而且不要忘了，现在大家看的克多少，比如说对中国大陆，原来有的克100%的，他再加10%，就是再加10%，他加10%是再加的，原来克多少再加，所以他对全世界都一样，他是道地的商人，不要去讲说哇这个传统友谊多好多好等等的，这个都不是重点，在于你要怎么去满足他。他要把你的$600亿，他要赚回去。我觉得应该成立一个因应川普2.0对美采购团，或者对美采购小组。以前下半场就常常带采购团嘛，但是好好去弄。但是以前都买一些什么小麦啊什么的，那个农产品，好小玉，那个钱是有限的。当然，那都是川普的朋友的州啦。那是支持川普的那些选票。农业州是支持。对，但是就是说你那个金额，川普可能不会满意嘛。来去看。川普宣布把这个钢铁从这个3月4号开始生效，全世界都一样，没有国家的差别，全部都一样哦，全部都是25%，这个对台湾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在川普的第一任2018年，我们就是25%了。那以前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都是25%，可是后来他们都优惠都变成是0哦，所以他们现在升上来跟我们一样，是对我们是好的。所以这几天你看那个钢铁股是在涨，这是好的。可是老讲，我们现在最惨的，你知道大概多少共？你去年赚他648亿的这个美金呢，它现在变成0，那你有几个地方冲击就会很大了。第一个，经过这个跑不掉的，你要保护自己嘛，对不对？你要保护自己嘛，你经过这个量一定是大的。第二个呢，刚刚有在讲，刚刚这个沈大佬在讲说，我们派个次长去赖清德到底讲话没有？赖清德就是全力配合啊，赖清德已经在他们那边在中常会直接下令说什么？第一个，对美要多采购。以前我们都买农产品嘛，那现在这一次买什么？天然气，而且已经下令要去买天然气了。天然气，因为川普在竞选的期间，他就讲，他说他的政见就是钻啊，他就把他们那个天然气全部都要往外卖，他们变成一个天然气的一个输出国。那我们去买，我们买到比较便宜，所以老讲对我们的中油会不错。老讲对电价应该也要讲嘛。我们最近经济部长什么涨电价，我们这天然气都降了，买多了，当然电价应该降才对啊，怎么会往上走呢？可是有一个比较要不得的，天然气太多，它还是有污染问题的，跟燃煤一样，它还是有污染问题嘛。这是我们这是我们要想的，所以价格可能电价应该要降，可是怎么样污染会变多，这个是我们要好奇想。那最严重是什么地方？就是台积电了。台积电怎么样去争取到一个暂时性的免死金牌？我看一定会被处理的，可是就是处理到什么阶段？现在为什么会跑到美国去开这个董事会？这是台积电创办以来第一次哦。那以后会不会变成常态？现在说这几天他们开这个会的时候会发布重大的信息，像外界在揣测的，第一个最可能当然就是重大的投资嘛。重大投资是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投资了650亿在那个地方了哦。台积电去了有3个厂哦，说搞不好就被迫变成说你要去兴建第4个厂，或者把一些比较精密的2奈米全部都去了。那对台湾来讲影响就是非常大的。所以短时间这免死金牌看起来可能是有效，可是长时间也没有用。最严重的是，川普他要的不是只有说什么像郭志威的赖清德讲说我们是分工啊，这个美国是负责研发，我们这边只是配合他，我们来负责这个生产，不是。他要你去那边设厂，把你的人力，把你的这个优秀人才全部放到那边，而且到现在现在很多我们去那边设厂之后，像美国的一些员工现在离职的还有现任的，还是在告我们台积电呢。你们对你们台湾的员工都太好啊，那我们都受到不公平待遇啊。你看那文化有多少？所以老讲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已经受到很多文化的这个冲击的，包括他们的工程师不可能像我们这边2小时全部都在工作，对不对？老讲困难就已经很多了。那川普又步步进逼，他这2天搞不好就要宣布了，是不是真的是100%？所以老讲我们这边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因令，短时间可能可以度过，可是一步一步进逼。台积电真的很有可能弄到后来会变成美积电，我们要自己要做好准备。就算不是100%，什么30-50%也不得了了哈。所以大家就讲说台积电会变成美积电哈。其实他现在的股东已经台湾只有20几%、70%，对吧？70%都是外国人尤其美国人为主了哈。那这个川普最近颁布一堆行政命令，本来呢是像我们一样不准用塑胶吸管了，他说那是骗人的那是用这个。纸吸管难用，很容易就软了，而且浪费钱。为什么不用塑胶？它要恢复它不承认地球暖化，它那都是欧洲要害我们美国的。说因为地球暖化不能用碳，所以叫我们不能挖石油，叫我们不能挖天然气。为什么不行？阿拉斯加一大堆为什么不能挖？加州页岩油很多，为什么不能挖？所以这是骗我们，那是故意要欺负我们的，就通通不承认
那另外呢，人事整顿哦，教育部也想把它干掉哦，好几个部会呢觉得都要干掉哈。然后呢，詹森时候呢，官员培训计划要干掉，浪费钱的。另外呢，这个钢铝的进口关税哦，还有这个中东人质这问题。另外，他要调整海外反贪污法，什么意思啊？这点我因为知道了哈，因为70年代的时候我在美国公司做事，突然美国公司下了一个命令，在台湾不能够送红包给官员。怎么有这个？你美国公司管到我台湾，全世界都管。因为这个那时候在日本呢，因为那个田中角荣啊，首相啊，他们送红包给美国洛克希德，所以很有名一个叫洛克希德案，所以美国觉得很丢脸，怎么日本人还送钱给我们的公司呢？哦，所以就规定了，说不仅在美国是不能送的，我们海外的任何这个员工也不可以送，我们都接到命令了。为什么呢？法国是可以，很多国家是可以送的。法国，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那个引擎分兵案，我们买军购海军，法国财政部还有我们还有他送红包给我们的人的记录放在财政部啊？为什么？因为那是减税啊。譬如说一个公司，假如说这个我说我今年赚了10亿，赚了10亿里面5亿是送红包送走了，我只赚了5亿，那就扣我10亿的税，我多衰啊！我没有这5亿红包，我拿不到这个生意啊。法国是允许的哦，你只要报告，财政部给你锁到保险箱里面。到时候你说我这个公司不是赚10亿，我只赚5亿送了红包了。你自己想想，在中东做生意要不要送红包？在非洲做生意要不要送红包？在亚洲做生意要不要送红包？台商的时候大陆做生意要不要送红包？他不做不送，他怎么去活啊？他怎么去发展生意啊？所以很多国家是说，你在我国家不可以，但你在海外我看不到当地国家法令为主。美国不是哦，训令他所有海外公司，你不可以在当地送红包。绝对不可以去贿赂官员，所以川普签这个案呢，他说你们一定会骂我啦，说我没有道德啦，跟你们骂没关系啦。他因此让我们美商减少多少贸易的机会啊，在海外多吃亏啊，人家都可以送，我们都不能送，改掉。川普就是这样，从道德角度是不可以的，他从生意角度他不管了，做成生意就好了，他就是这样的人。休息一下再回来。